我是瓜皮儿。逐星女第一季前情提要。康德尼顺走正义协会的装备后，寻找到了第一名成员野猫尤兰达，于是两人开启了第一个任务，寻找不义会社成员。探望脑波的名单成了第一个着手点，他们也意外发现校长波恩竟然也是反派。刚出道的两女在离开时不小心喊出了对方的名字，正好让楼下的贝斯听了个清啊。数周前，帕特为康德尼讲了一个故事，当年石霞并没有立即去世，而是来到了蓝谷镇秘密调查不义会社。至于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，一切都要回到9年前。石霞雷克斯将自己查出的结果慌忙寄给了正义协会幸存者帕特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，必须带着妻子逃亡。万幸的是，不义会社并不知晓儿子瑞克的存在。雷克斯临走前留给儿子最有意义的东西只有一辆66年的野马，于是把所有财产转移到了大舅子马特名下，望他好好照顾瑞克，并且对外声称瑞克是马特的儿子，避免怀疑。交代完后，夫妻俩驾车离开，留下了无助又绝望的儿子。可他们还是遭遇了不测，格兰迪半路杀出，汽车失控后撞下那树，夫妻双双殒命。而这个瑞克长大后就是孤儿座成员亚索。虽说是大舅子抚养了他，但这个大舅子实属是不靠谱，常年欺负瑞克不说，还总把要是没你我早就叉挂在嘴边。雷克斯的财产也早就花得差不多了，就连孩子辛辛苦苦攒钱买的气化器都给偷摸卖了，这台父亲留下的野马又修不成了。父母的车祸加上舅舅的不尽责，常年累月下来的瑞克就养成了痞子的性格。而康德尼因为昨晚医院大作战搞了半个通宵，一觉起来狗子都快把战衣给叼烂了，这也让康德尼意识到装备只能中午放在学校，不然早晚要完呢。邋里邋遢的女孩还是把午夜神医的护目镜吊在了柜子里，顺便把提琴手的事情告诉了帕特。帕特感觉不对劲儿提琴手应该是男的呀，没想那么多，赶紧让康德尼去上课，费了老劲儿才跟尤兰达把东西藏进了储物柜。殊不知贝斯早就盯上了他们俩。尤兰达感觉阿尔特弥斯的实力适合加入小队，可对方是个大力金刚，长得就跟3代狐女似的，想了想还是算了。说这话也不注意点音量，贝斯全程窃听。帕特下午接孩子回家，汽车半路出了毛病，帕特只能紧急维修一下，刚好赶上瑞克路过，俩眼一听就闻出是发动机出了故障，都是气球侠，聊起来汽车志同道合。瑞克最近在修一辆66年的黄色野马，帕特顿时感觉这车怎么这么耳熟啊，顺势答应瑞克晚些时候送他一个气化器。就在此时，康德尼包里的沙漏隐隐发光，仿佛对瑞克有了感应。随着男孩越走越远，光芒也逐渐消失，感觉机会来了。康德尼一路尾行，瑞克在父母出事的树前停了下来，解释不如掩饰啊。康德尼掏出沙漏往瑞克胸前一放，什么鬼啊？难道是认错人了？被骂了句药不能停后，留康德尼一人在风中凌乱。与此同时，贝斯来到了康德尼家里，芭芭拉不敢相信女儿居然还有朋友，连忙招呼他在家等会儿，康德尼马上回来。万万没想到，狗子在疯狂啃护目镜，贝斯怕他噎死，一路追到了楼上。不知怎的，一股莫名的力量让他渴望戴上护目镜，哈喇子都没来得及擦，只见眼前一片绿光，眼睛内置的 AR 查克开始疯狂科普，把贝斯家底儿都查出来了。此时康德尼赶回了家，基地让他赶紧上楼，你朋友等半天了。查克知晓天文地理，与 GSA 的资料库信息同步，午夜神医能成为英雄少不了护目镜，这孩子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，乱弄别人的东西还自我感觉良好，那能咋着？贝斯知道了康德尼跟尤兰达的秘密，要是得罪了他，不得全民皆知啊！随后护目镜分析出了康德尼脚下的残渣，贝斯便猜出他去了瑞克家，护目镜自动调出了瑞克的讯息，9年前的秘密也随之公开。怪不得沙漏会有反应，原来他是石霞的儿子，这更让康德尼决心拉他入伙。与此同时，帕特来到了农场，约定好给瑞克送一个气化器答谢。当他看到这辆黄色野马后，立刻证实了自己的猜测，自己兄弟的车又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？而眼前的马特明显不是瑞克的亲爹。简单交代了2句后，转身离开。蓝谷镇举办了化妆舞会，康德尼和尤兰达准备借这个机会说服瑞克，贝斯也跟了过来，不停地跟护目镜 talk， 担任起了人形高德，一路跟着定位来到了辛迪家。屋里的情况查理分析了个遍，然而到了门口，尤兰达就打起了退堂鼓。亨利就在里边呢，他不想跟这个男人有任何多余的纠葛，留他在外面把风。康德尼2个人去寻找瑞克，可这毕竟是辛迪的地盘，这个女人的手段着实阴险，别人跟她穿着类似的衣服都得被人格辱骂。这里的亨利明显继承了脑波的能力，感觉周围异常的吵闹，不仅不想搭理辛迪，甚至还想给他来上一拳。走出门后，脑袋里传来一声渣男，他眼望去，尤兰达根本就没有张嘴啊，头疼的厉害，也没顾那么多。康德尼这边随手捡了个头套戴了上去，还真有点萌萌的。在后院看到了瑞克，
摘下头套，直奔主题。说来话长，三人长话短说。石匣顾名思义是1小时真男人，一天只能用一次。神奇素与雷克斯的 DNA 紧密相连，只有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发动沙漏。沙漏一掉，一股力量蔓延了瑞克全身，具体什么能力他没研究出来，只是感觉身体倍儿棒，力大无穷。有这玩意儿再去当混混，那不得分分钟统治铜锣湾？反正是我爹的东西，你们管不着。我要用这1个小时找回往日的自信。康德尼还想争取一下，不过就得换成星女的身份了。反正是万圣节，没有人会在意。毫无战斗力的贝斯只能被踢出组队。这会儿，瑞克已经走到了街上，看着舅舅在酒吧犯浑，一副狗改不了吃屎的架势，堆积9年的怒火瞬间爆发，一拳下去，舅舅的车就烂了。瑞克只感觉这股力量确实得劲儿，更疯狂的念头涌上大脑。另一边，贝斯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，父母由于工作忙没有时间陪自己，有些同情瑞克。如果哪天自己的父母出了事故该怎么办呢？话刚说出口，查理就搜索了关键词事故，随之出现的就是9年前的真相。那棵树下，瑞克站着一言不发，他只感觉上帝不公，父母死于意外，他甚至连个责怪的对象都没有。难道去责怪这棵大树吗？他也不想变得这么狂暴，但生活让他看不到希望。失去家人的感觉，康特尼也拥有过。虽然当时年纪尚小，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，但那毕竟是自己的父亲，惨死他手后，康特尼只希望自己能把石匣的精神传承下去。康特尼也希望瑞克能有这种觉悟，不要让9泉之下的父亲失望。这一听，瑞克更气愤了，一拳下去，大树的根就断了。从未听说过父亲是英雄，自己就也要当英雄。瑞克想选自己的路，要是让这种暴力分子得到沙漏，那还了得？康特尼已经做好了干架的准备。就在此刻，贝斯跑了过来，把当年的真相说了出来。虽说当年的警察报告写成了车祸，但真相并非如此。格兰迪这个怪物才是真正的凶手。瑞克眼睁睁看着父母绝望地撞向了树干，自己却毫无能力改变。康特尼知道这肯定是不义会社干的，与杀害自己父亲是同一批人。既然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，为何不联手啊？在这危机四伏的蓝谷镇奋起抵抗，重组正义协会。瑞克虽然答应加入，但他不循正义，只为复仇。另一边，赌徒夏普突然拿到了一份设计图，这关乎他们的建国理想。一旦抢到这个东西，距离成功就更进一步。当晚，运输卡车经过了蓝谷镇，随后司机一脚急刹停在了路上，他们被一辆校车挡住了去路。下车后，一股悦耳的提琴声传了过来，场面颇有大战一触即发的感觉。卡车遇难，帕特发现真相，不义会社重出江湖。维瓦尔第的4季更是让气氛达到了高潮，整整用了2集来招募队友。通过预告大概可以了解，下一集新协会将开启团战，狐女跟赌徒满级大号虐新手。不过有一个镜头在无限地球危机的结尾看到过，怕是最后还得让高达帕特来救场。但是这绿灯充电宝闪耀一下又意味着什么呢？糟糕，竟然有些期待呀！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